大家好，因为今天整理的东西算很杂，我主要是要整理我这个靠背，不是骂人那个靠背，我这个就是装在后面这边，后面乘客在靠着这个，因为太阳它一直晒，然后这个线断掉了，我主要是要补这一个。那其实补这个难度会比较高啦。我本来是想要把皮换掉，然后因为这种比较有曲面的东西，它的难度会比较高。然后再加上我手上没有皮，没有缝纫机，所以这个我选择用补的，把它补好就好了。其实换坐垫的皮的难度会比这个简单多了。像这个皮也是我自己换的。其实换坐垫的皮，除非你是要那种有车缝线的那一种，那种难度会比较高，因为你必须自己去设计你的缝线跟你的样式。要不然像这种一体式的皮，你只要找一张这种皮回来，然后把它铺上去，先把旧的皮拿掉。旧的皮里面都是这种钉子，拿一把扁的一字螺丝刀把这个钉子慢慢撬掉。这个有点像订书针的钉子，但是这个比较粗。把它撬掉以后，把旧的皮翻掉以后，把新的皮合上去，然后先在两边先固定好你要的宽度，稍微固定好以后，先在两边左右两边各打一个钉子固定，然后再打后面这边，这边就稍微拉平，你不要硬拉平哦，你拉太紧的话，到时候做下去皮可能会裂掉，因为钉子会脱落。你就大概稍微拉一下，然后钉子打上去。因为像这种椅子的难度是在前面这边，前面这边它这个面比较立体，所以要拉曲折，有没有？因为毕竟不是专业，所以拉出来有点皱褶。然后当你这三边钉子都上去以后，再去拉前面也是都打一个，先中间打一个钉子就好。钉子打好以后，然后慢慢的去拉，把它拉平整，要有一定的松度啊。拉平整以后，钉子慢慢的打上去，把它打满。先打前半部，然后再打后半部。然后打前半部的时候，这边要稍微的剪一下，稍微的拉一下，拉完全部打完，皮就换好了。其实这种平面椅子在换很简单，然后重点就是这个，它曲线比较大，这个难度就比较高，一定要做这种车缝线，一定要多片式下去拼接，它才能包得很漂亮。要不然如果你一片式的话，在这个边边，这个没办法解决。那准备要换这个过程中，我发现我的这个脚座，它虽然有镀铬处理，但是生锈的还是很严重。这面我稍微处理，其实我是处理到这边我才想的可以拍个片跟各位交流一下。其实像这种锈，这种就是一般的铁，只是在外面镀了一层铬。像这个就是可能稍微有敲击到，水汽跑进去以后，这个就从里面生锈，然后把这个镀层撑破了，这个就没有救了。这个只能看把这个除掉，然后套那个热缩套，套热缩管把它套进去，尽量让它像样一点。
然后重点是这种锈，这种锈该怎么处理呢？这种锈就如果不是像这种破的很严重的，你就拿WD 把它喷湿，稍等一下，我就快喷完了，把它喷湿。好，都喷湿以后，先让它放着，让它去把锈，因为其实镀铬层外面那个锈，除非你镀铬层有破掉，外面那个要不然外面那个锈，它应该是说它只是附着在外面，它没有咬到里面去，所以很好处理。然后记住它的样子，是不是看起来锈得很恐怖？好，让它咬一下。然后像这种椅子的外皮啊，它如果是脱线的话，晒到线断掉，你一定要把皮拔下来。有没有？这个线都已经晒到，应该说都已经粉化了，轻轻一扳，它就全部都断了。那缝这种皮要注意了，你要准备一根比较粗的针，这个是专门在缝皮用的。然后我是选择用钓鱼的这种布线，你一般的线可能上去以后，晒没多久可能又挂掉，又断掉了。那很简单的就是你先把旧的线，譬如说你看像我外面这边，它两条线都断了，翻过来以后就是看到这个，它基本上它是先缝这一条，它缝完这一条以后，会把多余这个边凹折下去，然后再缝这一条，就做一个贴合，然后再把皮翻过来。这个难度不会很高，只是很麻烦而已。你要有耐心，一个人慢慢在那边缝。那我可能就是选择，譬如说我现在拉会断的，我就把它拉断；拉不断的我就保留。懂我讲的意思吗？这是懒人做法。那因为我的线是黑色的，那我手边没有黑色的布线，好像钓鱼用的布线好像也没有黑色的吧。那能够做的就是尽量像这个，你看一拉它就都起来。好，大致的决定要从哪里缝到哪里以后，把线头做个清理。就可以开始缝了。啊，因为这个过程，你就是照着原来的洞穿过去、穿过来、穿过去、穿过来，这样就好了。所以这个步骤很单调，然后很冗长，我就省略。等一下直接跟各位看作品。好，时间差不多了。那原则上两个方式，如果像这种比较严重的生锈，找一把剪刀或者美工刀，就是它的刀片比较厚一点的，用它的背面下去刮，
有没有？这边边就下来了，因为这个太厚，可能要施作多吃一点。那如果是像这种比较轻微的，有的甚至可以不用刮，你找一块不要的布，然后粗一点的下去擦拭它，就可以清掉了，有没有？就像这样子，轻轻的刮就好了，你不要出力，就等于是让刀子很自然的轻轻靠在上面，然后这样子下去刮，有没有？就下来了。那其实避震器那只芯，它外面也是金属镀铬，只是因为避震器它里面有油，你在刮的时候要非常小心。避震器是这样上下嘛，你只能顺着它的方向，你不能横向哦，横向很容易，如果不小心把它的涂层刮伤了，避震器只要一压下去再起来，油封就可能会受伤，就会开始漏油。有没有？你看，这样刮一刮。有没有？现在是不是就起来了？只是我这个比较严重啊，我要施作很多次，因为你看里面都还是干的，它没有渗透到里面，所以大致上镀铬金属的表面生锈清洁就是这样子。那我缝了到这边而已，还很长的路。好，稍等我一下。2 hours later. 好了，这样子第一条缝线就完成了。然后大致的看一下，就是这样子。然后再就是缝外面这一条。因为你外面这条不缝的话，会变成，应该怎么说？它这个边其实不缝是可以，但是因为你新的时候，你如果不缝的话，它这个边会在里面跑来跑去，会变得很不平整，所以它有缝第二道修边的这个线。其实这个破洞如果一发现的话，就要赶快处理，因为这种是假皮，你晒久了它会缩，如果缩得太严重的话，你再拉就拉不起来了。然后因为我刚刚有说我是偷懒的做法，所以我只把它断掉的地方、断掉的部分补起来。然后现在就是要缝外面这一条，其实是可以不缝，但是不缝的话，到最后它的力量全部都必须靠这一条下去承受，可能久了还会再裂，所以我还是选择补一下好了。5 hours later. 好了，这样就缝好了，大概就是因为这边都没有断，所以我就是保留这边。哇，这边少缝一针，算了。那这个是，哇，这个也断了。这个是之前车停路边，被无聊人士割了一个洞。然后可能会有朋友问说，他这个就拿去给那个专门在包椅子的人修就好了。这样讲是没有错。钱能够解决的问题都不是问题，问题是你要有那个闲钱可以去解决这个问题啊，对不对？那所以咯，可以的话尽量自己来。真的没办法，该花的就自己慢慢的省一点，慢慢的让预算高一点，再去做处理。
好，稍等一下，我把这边补一下。好了，这样是不是就差蛮多的？我本来是打算用热缩套套进去，然后把这边包起来，但是我宽的热缩套把它丢哪去我找不到，所以我打算，问题是表面用喷漆又不好喷，我可能会用喷漆的方式整个把它喷掉，要不然生锈这东西你不赶快把它处理掉，它会一直蔓延下去，会更严重。还有我的靠背也缝好了，还可以吧？那最后就是拿钉枪，把这个按照原来的钉位把它钉回去。但是我的钉枪被朋友借走了，所以我可能晚一点去朋友那边拿，回来再钉，这样又省一笔了。好，那今天这个皮件，这个应该算椅套吧，椅套的脱线的处理跟镀铬金属表面生锈的处理就到这边了。哦，对了，像细部的话，用金属下去刮，没办法刮得很干净的话，因为厚的这种严重的这个，一定要用金属下去刮才刮得掉。当刮完以后，这种难处理的，拿小钢刷下去刷。然后刷不太清楚的，就拿这个红色的菜瓜布，专门刷过去的这一种，下去这样子推，就会好很多了。好，那今天这个镀铬金属的锈斑处理，跟椅套脱线的缝制，就到这边了。谢谢各位，拜拜。